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，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。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周宇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不卖房给我弟弟出彩礼钱，我就和你离婚。陈美，我不是嘎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等等卖房，我这是重生啊！怎么一和你说正事，你就在这里装糊涂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房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不然你就等着离婚吧。我记得上一世小舅子就是在几天后查出白血病的。陈美为了给他弟弟治病，不仅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还强迫我给他弟弟捐了骨髓。最后看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才提出了离婚。这次看我不让你净身出户，你弟弟娶老婆为什么要让我们卖房子？你们家自己房子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家的房子卖了，那我弟弟和我爸妈住哪？睡大街吗？怎么感觉有那么一瞬间，周宇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你也知道睡大街这3个字啊？那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？这套房子如果卖了，我住哪？我们可以住你父母那边啊。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绝对不会跟我父母一起住吗？对啊，你父母随便找出租房住下就行了。哈，陈美，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啊？整个世界要围着你转，你怎么不让你父母卖掉房子出去租房呢？不卖房，周宇，你要是敢不卖房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真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呀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有本事马上去民政局。走就走，谁怕你啊？我倒要看看你离开了我以后的日子还能怎么过。笑话，我陈美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追我的不计其数，你不懂得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我。民政局门口，周宇拿着到手的离婚证，心中仿佛有一个枷锁被打开了一样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。终于离婚了，这一世再也不用背着一家子连累了。周宇，离婚协议你也签了，属于我的那一半财产，你尽早给我，否则别怪我去法院起诉你。放心，最多3天，我就将属于你的那份财产给你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呵呵，属于你的那一份财产，早已经被你偷偷的拿去给你弟弟霍霍完了，剩下的财产你1分也拿不到。至于房子，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也别想了。回到家，周宇打量着空荡荡的房间，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。他之所以离婚，那也是和这套房子有关系。陈美啊，陈美，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，这套房子过2个星期就要拆迁了，得亏现在和你离婚了，要不然真等拆迁，你还要分走我1半的拆迁款。这几天周宇都在家里没有出去，他在回忆上一世的一些经历。一开始他还准备用纸和笔记下来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免得自己忘记。但后来他惊讶地发现，人生过后自己似乎有过目不忘的。就在这时，陈美开门走了进来。你来干嘛？你以为我想来？要不是你还没将钱打给我，我才不愿意来呢。3天过去了，财产你算好了没有？我弟弟生病了，现在等着钱治病呢。早就算完了，过目一些吧。我能分到多少钱？自己不会看吗？切，果然这女人脑子里面想的全是钱。周宇，你个王八蛋，什么意思？我只能分100块钱，我们的钱呢？是不是你私吞了？哦，你说剩下的钱啊，我给我父母了。给你父母了？周宇，你竟然将我们的钱给你父母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搞笑了。你将咱们的钱拿给你那废物弟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要经过我的同意呢？那怎么能一样？陈伟是我唯一的亲弟弟，我给他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那2个老东西和我又没关系，凭什么拿我的钱？陈美，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就说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那2个老东西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明明手里有钱，凭什么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你要是再敢说我父母半句坏话，就不是1巴掌的事情了。可恶，一定是那2个老东西给周宇灌输了什么东西，要不然周宇之前那么爱我，现在怎么可能打我？好了，别你我的了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以后也不想看到你，给我滚吧！咱们结婚这几年，你拿了多少钱给你那废物弟弟了？小额转账就不说了，大额转账足有30多万了吧？那30多万可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擅自将钱给你弟弟，如今我拿30万给我父母，也算是扯平了。至于去法院告我，你有本事就去啊！你看看法院是帮我还是帮你？好，死周宇，你等着，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，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。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周宇，赶紧把我的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和你没完。妈，美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要到钱没有？你弟弟现在住院，每天的开销都是一笔大钱，咱们家的那点积蓄可支撑不了多久。妈，我被周宇骗了，这家伙一开始就没打算分钱给我，而且他还打了我1巴掌。什么玩意儿？周宇那小王八蛋竟然不打算给钱，他凭什么？
他说他的钱已经给了父母了，没有钱分给我，还说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钱已经被小伟拿走了。这小王八蛋心可真脏，小伟可是你亲弟弟，他给你亲弟弟花点钱不是应该的？不行，这小子别想吞掉我们家的一分钱，你去医院照顾你弟弟，我亲自去一趟金小丽那。我倒是想要问问那2个老不死的是怎么教孩子的。另一边，一个老旧的小区中，金小丽拿着手机露出了不可置信的怒气。老头子，你快看美美的朋友圈，咱儿子竟然离婚了！不可能吧？这小子那么喜欢美美，怎么可能离婚？可是美美的朋友圈确实发了他和小雨的离婚证啊！而且小雨不仅和美美离婚了，还打了他一巴掌。打电话给儿子，问问到底什么情况。很快，周宇就接到了父母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周宇也没有隐瞒，将离婚原因原本的告诉了父母。周薇听后气愤不已，他就没见过像陈美一家那么厚颜无耻。儿子，你这婚离的对，爸妈支持你。之前他瞒着你将30万给陈伟那小子，我们一家也不说什么了。现在竟然还要让你卖房给他弟弟治病，真当我们家是冤大头好欺负？爸妈，谢谢你们的理解。就在这时，赵明兰已经来到了周宇父母家门口。周薇、金小丽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给老娘开门！你们怎么教儿子的？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今天要是不把钱转过来，老娘就躺在你们门口不走了。爸妈，你们不用理他，我马上过来。开门吧，我倒要看看赵明兰过来想干什么。从周宇那边确认他已经离婚了之后，周薇此时已经没将赵明兰一家当亲人。如此得寸进尺、贪婪无厌的人，周薇自然不会惯着。赵明兰，你这样在我家门口大闹是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教儿子的。不仅打了我女儿，还让她净身出户。今天你们家要不给我们家一个交代，我今天跟你们没完。赵明兰，你还有脸问我是怎么教育儿子的？我儿子起码是名校毕业，月薪上万。反观你那儿子呢，废物一个。放屁！算命的可是说了，我儿子将来是大人物，就你们家这些穷逼，连给我们家提鞋都不配。笑死我了！就你那废物儿子还大人物？赵明兰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就陈伟那废物，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他靠什么成为大人物？靠做梦吗？你个老王八蛋，竟然敢诅咒我儿子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将来要是不能成为大人物，肯定是你们一家害的。像你们这么吝啬的一家人，将来注定不得好死。赵明兰，说话客气点，现在我们2家可没什么关系了。你要是不知道好歹，别怪我报警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擅闯民宅。周薇，你儿子骗我女儿钱，还打我女儿，你还有脸报警？你信不信我找媒体曝光你们这没良心的一家人？好，那就曝光，让大家评评理，究竟是我们一家没良心，还是你们一家太过丧心病狂？竟然是你这个小王八蛋来了！好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，那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属于我家美美的那部分财产，你必须1分不少的给我。行啊，想要财产分配没问题，让陈伟把这些年从我们家拿走的钱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账算一算，该给你的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。小伟凭本事要的钱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还给你？我告诉你，既然当初美美将钱给了小伟，那就是小伟的，和你们一家早就没关系了。赵明兰，你无需在这里跟我们一家耍无赖，我不吃你这一套，你也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。周宇，一个小王八蛋不让我好过是吧？那大家就都别好过。赵明兰咬牙切齿地看了周宇一眼，然后下一秒就跑到楼道。大家都快出来看看，这一家人简直就不是人。赵明兰的叫喊声很快就引得一众邻居围了过来。周宇不是很爱他老婆吗？怎么突然之间就离婚了？而且丈母娘还上门来大闹，该不会真的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我觉得不可能，咱们和小丽也认识10几年了，他们一家什么人品我们还不清楚吗？平日里对我们都那么好，更别说是对待儿媳妇了。哼，我估计啊，肯定是小丽儿媳妇一家做的太过分了，所以才逼得小丽儿子和他媳妇离婚的。怎么回事？这剧本有点不对劲啊！看到我这么凄惨，你们不应该过来同情我，然后去指责金小丽一家吗？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。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苍天啊，我怎么就那么的命苦，摊上了这么一个女婿？女婿不靠谱也就算了，身为周宇父母的金小丽竟然也无耻的包庇自己的儿子。周宇不是很爱他老婆吗？怎么突然之间就离婚了？而且丈母娘还上门来大闹，该不会真的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呵呵，我估计肯定是小丽儿媳妇一家做的太过分了，所以才逼得小丽儿子和他媳妇离婚的。你猜的不错，我一个亲戚和陈美的母亲是同事，他们一家人什么品性我再清楚不过了，这显然是不甘心没拿到钱上门来讹钱的。当初我就劝过周宇，让他考虑清楚再结婚，毕竟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情，而是2个家庭的事情。只可惜这小子当初非陈美不娶，我是咋劝也劝不了。做了10几年的邻居，他们关键时刻也是真给力，从不掉链子。
赵明兰，你还有脸在这哭诉？你儿子病了，我一开始没说不帮忙吧？结果你嫌弃钱少，让你女儿逼着我卖房，好将卖房的钱拿出来给你儿子治病。更过分的是，你女儿让我卖房之后，还要将我父母赶出去，不让他们住。有你这么当丈母娘的吗？我和陈美离婚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至于平分财产，我也确实做到了。结婚这些年，陈美背着我给了你儿子30多万，那些钱也是属于夫妻财产的一部分。而这30万可是超过我和陈美一半的夫妻财产，我没让你们家将超出来的那部分补给我就不错了。呵呵，果然如此。赵明兰这家人还真是奇葩，薅羊毛丝带着一只羊薅，结果羊跑了，他们却又急了。这泼妇的脸皮是有多么的厚，才会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啊！是啊是啊，真不要脸。周瑜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受惊了。要不是我当初执意要娶陈美，说什么胡话？你是我们的儿子，不需要说对不起。至于你和陈美离婚的事情，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。那丫头心思太野了，不是个良配。就是，我儿子那么优秀，离了也是他老陈家的损失。妈妈相信下一个会更好。下一个会更好。另一边，陈伟看到赵明兰回来，立马惶恐的询问：“妈，我不想死，姐夫的房子卖了没有？”宝贝，你放心吧，你姐夫已经在卖房子了，你治病的钱马上就有了。面对儿子的质问，赵明兰选择了说谎，因为医生说过，最近一段时间绝对不能刺激儿子，不然的话，万一引起恶化，那就不好。好，还是姐你有办法，将周宇拿捏得死死的。妈，结果如何？周宇愿意给钱了吗？别提了，这小王八蛋一家子都不是好人。我上门去闹了半天，非但没要到1分钱，还被人数落了一番。怎么可能？以往老妈出征那可都是寸草不生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结果这一次竟然败在了周宇手上。那小伟的病怎么办？以咱们家的存款，恐怕支撑不了太久。毕竟小伟如今的开销每天都要1000块上下。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太蠢了，这么轻易的就和周宇离婚了？现在好了，两人离了婚，很多办法就没法使用了。我们现在至于这么被动吗？妈，我当时也是太愤怒了，再加上周宇签了字说平分财产，我才同意离婚的。我原本是想先拿到那笔钱，留着给弟弟治病，剩下的之后再说。但是谁能想到周宇那么鸡贼，竟然跟我玩这一出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嫁给了一个这么小气的男人。行了，其他废话别说了，接下来我们找个律师，问问像是你现在这种情况，还能不能拿回财产？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等会儿就去联系律师。正好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如今是一名律师，到时候我去问问他。去吧，医院这边暂时不需要你管，有我看着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从周宇手里拿到钱。这1周的时间里，周宇还是按照往常一样正常上班，有空就会回父母家陪二老一起吃个晚饭，唠唠家常，日子倒是过得比以前更加温馨。这天下午，周宇下班后回到了自己家的小区，刚来到小区的门口，就发现不少人围在小区的公道栏面前。看到这一幕，周航先是一愣，随后脑海中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心中顿时忍不住一喜。莫非想到某种可能，周宇立马跑了过去。果然在公道栏上，周宇看到了小区即将拆迁的消息。看到这个消息后，周宇心中狂喜，拆迁终于来了，自己重生后的第1桶金也要到账了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。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。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太好了，拆迁终于来了，自己重生后的第1桶金也要到账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宇写好了辞职信，准备辞职。既然拆迁通知下来，那他也没必要在公司继续待下去了。早啊，周组长。宇哥早。早。来到公司后，周宇和自己的同事一一打招呼。进入公司3年，他已经混到了副组长的位置，不然工资也不会达到1个月1万6的程度。周宇，你最近几天怎么回事？天天5点就见不到你人影的。最近公司那么忙，身为副组长，你不带头加班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第1个下班，你心里还有没有一点身为副组长的觉悟？最近心情不好，懒得加班，怎么你有意见？如果是之前，周宇虽然看不惯王启日的所作所为，但也不会顶撞他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自己都要辞职了，他当然不惯着王启日的臭毛病。周宇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和我这么说话？你信不信我立马开除你？开除我来啊！别让我看不起你，有种你就开除我。周宇闻言，将准备的辞职信收了起来。自己辞职的话，还拿不到 N+1的赔偿，但是被无故开除的话就不一样了。毕竟谁会嫌自己钱多呢？好，你真以为你是个副组长就可以在我面前耍横？以为我不敢开除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公司！失去一个工资那么高的工作，周宇肯定后悔死了。周宇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说不定心情一好就不开除你了。开除就开除，记得准备好 N+1的赔偿。
这小子怎么回事？工作都要丢了，怎么还表现得如此淡定？就你这种顶撞上司的垃圾，还敢要 N+1的赔偿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王启日，你说开除就开除，说不给赔偿就不给补偿啊！公司不是你开的，法律更不是你规定的。如果我的补偿没到位，那就别怪我到劳动仲裁那边去搞。你也不想你私自开除员工的事情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吧？听到周宇的威胁，王启日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漆黑无比。如果周宇真的要闹他，那他即便是部门主管，也绝对会被惩罚。就算给你赔偿，又如何丢了那么好的工作？我看你以后还怎么生活？我能不能找到工作就不用你。你好，请问是周宇先生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周宇先生，我是拆迁公司的代表，这次打电话给你是想要通知一下你，今天晚上7点在小区 A 栋101开会，商议拆迁赔偿的事情。拆迁赔偿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周宇先生，晚上7点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听到是商议拆迁赔偿的事情，周宇开心的挂断了电话。他没想到拆迁赔偿的商议会那么快，昨天才下的通知，今天就开始商议赔偿。我操，难怪今天周宇那么强硬，连王八皮也敢得罪，更不怕被开除，原来是成为了拆一代啊！为什么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？我家也有老房子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家拆迁？快看王八皮的脸色，那叫一个精彩啊！我先拍个照，等会儿群里让你们欣赏一下。别忘了我的 N+1赔偿。各位，明晚小菜园走起，我请大家吃个饭，一来是庆祝一下我成了拆迁户，二来也是和大家道个别，为这3年的同事情画上个句号。说完，周宇将手中的辞职信日半撕掉，然后扔进了垃圾桶里，潇洒的离开了公司。哇哦，宇哥大气呀！小菜园随随便便一顿都得1000多，这要是点一些海鲜，恐怕要好几千。几千而已，对于现在的宇哥来说，只是小钱而已。他可是拆迁户。羡慕宇哥的第一天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发现了周宇之前丢到的信件。咦，辞职信？我靠，原来宇哥今天是来辞职的。操周宇，你个混蛋！晚上7点，拆迁代表找到周宇，谈好了赔偿方案。周宇选择现金赔偿，全额384万一次性到账。想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，房价只有1万5，如今获得遇上拆迁，等于这套房子的价值直接暴涨了1倍还多。有了这384万的赔偿，再加上自己手头上剩余的30万，如今我的存款已经突破400万了。有了这400万，我就可以钱生钱，快速的累积资金。第二天，周宇来到了小菜园，邀请的同事也都到了，很快大家就热热闹闹的开始。宇哥，恭喜你成为拆迁户，这一杯我敬你。宇哥，我也敬你。吃了1个多小时后，这顿离别饭吃的差不多，周宇前去结账，其他人也跟着离开了包厢。咦，宇嫂是你啊？你是来接宇哥的吗？你是钱勇？是我宇浩，恭喜你啊，你们家发达了。钱勇显然还不知道周宇和陈美离婚的事情，所以笑眯眯的送上了祝福。发达？钱勇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宇嫂，你家都拆迁了，你会不知道？不应该啊，因为拆迁的事情，宇哥今天都请我们到小菜园吃饭了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，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拆迁？什么拆迁？你是说我们家拆迁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和周宇离婚才几天，房子怎么就拆迁了？之前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收到。对啊，我听宇哥说你们小区前天就出了拆迁通知了。宇嫂，你是不是这2天都没回家，所以才不知道拆迁的事情啊？听到钱勇的话，陈美瞬间沉默了下来，随后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她连忙掏出手机，找到周宇的电话打过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该死，这家伙是真的有够绝情的，不仅微信删除，还拉黑了我电话。周宇在哪里？宇哥刚刚去买单了，这2口子到底怎么了？看样子这是微信拉黑，电话也拉黑了，难道是吵架了？婷婷，你先去包厢，我等下就过来。你好，刚刚在这里付款的人呢？你好，刚刚那位先生在2分半钟之前就已经离开了。啊，走了？可恶，还是慢了一步。不行，我要找他和好。周宇之前那么爱我，只要我找到他服个软，撒个娇，到时候他肯定又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一旦和周宇和好，那么这套房子的拆迁赔偿岂不是有自己的份？美美，怎么去了那么久，没看到你老公吗？没有，他走掉了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有事询问我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之前原本是有些关于婚姻法方面的事情想要询问你的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婚姻法方面的事吗？这你可问对人了，我就是专门帮人打离婚官司的。你以后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好，那以后我有需求你的时候就去找你。美美，和你的那个同学聊得怎么样？他有没有把握从周宇那边要到钱？不能让老妈知道拆迁这件事，不然以老妈的性子，她绝对会再度上门去闹的。
那我和周宇和好的计划就泡汤了。我同学说等过段时间再好好的向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最近他有几场官司要打，等打完官司就过来帮我。那你快点催催你同学。小伟这边可是等着钱治病呢，一旦找到合适的骨髓，就立马需要手术了。到时候如果手里没钱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喝了不少马尿，就先睡觉了。第二天，陈美早早的就起床，在精心打扮一番后，她来到了周宇公司楼下。嘿嘿，待会在公司那么多同事面前，自己低声下气的求复合，周宇那家伙再不爽，肯定也会答应的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哼，周宇呀，周宇，这辈子你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除非是我不要你了，不然也不许你不要我。那个宇嫂，宇哥他已经离职了。什么？周宇辞职了？他什么时候辞职的？这算什么？我想了一晚上的计划，结果就因为周宇他辞职了，直接半路夭折了。是啊，宇嫂，宇哥在拆迁通知下来后的第2天就辞职了。宇嫂，你是不是和宇哥吵架了啊？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宇哥都没和你说？没什么，不该你问的你别问。宇哥跟你说件事，刚刚宇嫂，啥？你们离婚了？为什么啊？卧槽，这陈美她也太过分了吧！宇哥放心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完全可以找到比陈美更好的女孩。好的，宇哥，那就先这么说了。我操，陈美这么快就知道了房子拆迁的消息，不行，我得收拾一番，离开这里一段时间。周宇，你跑什么？操，真晦气，一出来就碰到了，有事吗？周宇，我是来道歉的，都怪我之前太过任性了，才让你这么失望。但是我保证以后我不会再那么任性了，我会改的。那次离婚我们都太不冷静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复婚吧。陈美含情脉脉地看着周宇，如果周宇不是重生的，还真会被陈美这副模样打。只可惜周宇太了解陈美。说起你那可怜的演技吧，陈美，我们夫妻那么多年，你什么性子我早已经一清二楚。至于离婚，不冷静的只是你而已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周宇，你不觉得你很无情吗？不就是一次简单的吵架而已吗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都过来给你道歉，给你低头，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迟来的道歉比草菅吗？行了，多说无益，我们以后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好。至于复婚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现在不可能，未来更不可能。好不容易脱离了泥潭，我周宇除非脑子有病才会再踏进去。周宇很是平静的丢下几个字，就绕过陈美向小区外走去。泥潭？你竟然说我是一个泥潭？周宇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，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。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周宇，我们离婚，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？混蛋，你给我回来！周宇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回到家后，周宇将拆迁的事情告诉了父母。什么？我当初给你买的房子要拆迁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好事？总共的拆迁赔偿是384万，差不多赚了200万。这要是让赵明兰的老婆娘知道了，不得气死。不过儿子，你怎么选择了资金赔偿？选房子的话，不是更划算吗？而且你选择了现金赔偿，你以后住哪里？妈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我准备创业需要启动资金，所以就换了现金。创业？嘿嘿，都重生了，那自然要创业的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去买茅台股票，几年时间就能涨10几倍。如果现在将400万都买入茅台股票的话，几年后他这400万就可以变成6000多万。6000多万的资金，只要不是去败家、去投资，哪怕是花一辈子都不可能花得完。儿子，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我们身为父母就没有理由不支持。身为男人，总该出去闯一闯。就算失败了也不怕，我和你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爸妈，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但是小雨啊，你今年也26了，再过几年就30了。虽然你和小美刚离婚，但总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一下。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。美美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恢复了单身后，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以前更自由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女人单身才是最好的，想谈恋爱就谈恋爱，不想谈了就分手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的身份其实更受男人欢迎，因为很多男人啊，他们都有孟德之魂，你懂的。菲菲，我可没你那么洒脱。这次我来找你，其实是有事要询问你的。我之前虽然和周宇离婚了，但那只是一时气愤之下才做出来的事情。现在我有点后悔了。我知道你对付男人有一套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，让我去挽回他？啥？你好不容易脱离了泥潭，怎么又要陷进去？姐妹，他这是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如此的迷恋他？利用人妻的身份去捞点钱不好吗？干嘛要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？哎呀，这你就别多管了。反正你要是能帮我复婚，我就请你去鹿城旅游7天，吃住都算我的。去鹿城旅游7天，这消费再低也要4位数了吧？
嘿嘿，姐妹，你和周宇复婚的事情就包给我了。我跟你说。另一边，周宇在跑了几趟部分，已经将行李全都搬到了父母家。之后的时间，他打算常住在这里，一来是想多点时间陪陪父母，二来在父母这里一日三餐也不用自己动手。吃过晚饭之后，周宇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电视。今年是15年，我记得就是在最近，铜的价格好像波动挺大，从最开始的3万5一吨跌到了3万2，最后再迅速以极短的时间里能涨到了4万8。刚好老爸的电子厂正在采购铜，正好可以带着老爸赚一笔。爸，咱家存款还多吗？也不是很多，大概还有70多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接下来你买铜材料的时候不要一下子买太多，够用就行。然后你去银行贷款一波，能贷多少就贷多少，最好在1个星期内审批下来。等贷款到位之后，你听我的，到时候一次性弄一波大的。你的意思是铜价未来会上涨？不错，确实会上涨。可是，一下子买这么多材料，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万一中途铜的价格下降，那咱们家的损失可就大了。爸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有特殊渠道，知道一点内幕消息，所以你就听我的吧。儿子还能骗你不成？特殊渠道，内幕消息，儿子，你确定这不是别人设下的陷阱？别闹，我和我朋友关系好着呢，而且他家贼有钱，几十亿那种，怎么可能会为了骗你那点钱设下陷阱？见儿子如此说，周薇内心也有点心动起来，当即立马做出了决定。这样，那确实没必要设置陷阱。行，那老爸就听你一回，搞一波大的。我同学告诉我，等铜材料的价格降到1吨3万2500至3万2000之间的时候，就可以动手买了。具体什么价格，您自己到时候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我就去一趟银行。之前银行那边总是叫我去贷款，我看咱家还有钱，所以一直没理会。这次去应该能贷个100来万。多谢老爸信任。周宇见周薇有了决定，心中也跟着松了口气。上一世因为陈美原因亏待了父母，这一世总算能补偿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等着儿子我，这一世一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来了，谁啊？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。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是你来干什么？妈，我这次来是专门道歉的。我刚听说了前几天的事情，希望你们不要和我妈计较。来人正是陈美。之前和詹一飞讨教过后，她决定走曲线救国的道路。周宇是出了名的听父母话，如果自己能够讨得二老的欢心，他就不信周宇还能对自己那么冷。哼，不需要你假惺惺的过来道歉。你什么性格，这3年里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你会道歉，恐怕是因为听到小雨遇上拆迁了，所以才过来的吧？冷静，千万不能生气，要不然就真没戏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是真心想要和周宇复婚的。复婚？陈梅，你就省点力气吧，这辈子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带着你的水果和茶叶离开吧。周宇，你也在这呀？你听我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滚。周宇，你个猪头笨蛋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，有种你把门打开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，别怪我鲍叔叔告你扰民。滚！你去哪了？怎么那么晚回来？最近公司有点忙，需要经常加班。此时陈梅也有点后悔一开始瞒着母亲了。这几次她3番4次的找周宇复婚，结果次次吃闭门羹不说，还被无情的嘲讽，这让她原本就不足的耐心变得越来越少。就你那点工资还加什么班？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尽早从周宇那边将财产分过来。对了，医院今天打电话通知了，之前我们做的骨髓配对明天就能出结果了。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医院，如果咱们几个中有人的骨髓能和小伟匹配上的话，那小伟的治疗费就会低上很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现在就发个消息给领导，明天请个假。第二天一早，陈美就跟随父母一起前往医院，事关儿子的治疗情况。身为父亲的陈安今天也一同前往医院。医生，我儿子的骨髓匹配情况如何？我们家人当中有谁的骨髓能移植给我弟弟？呵呵，你们一家的运气不错，确实有个人的骨髓和陈伟的骨髓能够配对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弟弟有救了。陈美一听，顿时惊喜交加，没想到他们家的运气那么好。谢天谢地，菩萨保佑。算命的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儿子未来可是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倒在区区一个病痛上？对了，医生，我们家谁和我弟弟的骨髓匹配啊？稍等一下，我看看资料。有了，是一个叫周宇的人。怎么会是周宇？医生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对啊，医生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确定不是陈美或者陈安吗？周宇，这是一个他们无论怎么想都没想到的迷惑。如果是2个星期前知道周宇和陈伟的骨髓可以匹配，那不管是陈美还是赵明兰都会非常欣喜。但是现在我看过了，就是周宇，不信你们自己看，这一家都什么人啊？难道就2个字我还能看错？
你上面写的是什么？莫非真的是周宇？是的，老天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们一离婚，周宇就遇上了拆迁，现在骨髓又和弟弟陈伟相匹配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找周宇，让他过来捐骨髓给小伟治病。妈，你觉得周宇会同意吗？他敢不同意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他要是不同意，就是草菅人命，是杀人凶手。我们报警把他抓起来，让他坐一辈子牢。赵明兰蛮横不讲理的说道。对此，陈梅只能无奈的摇摇头。老妈连字都不认识，更别说是法律了。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。妈，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就行了，千万别在周宇一家人面前说。我要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说教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女儿？离了婚钱拿不到不说，如今还耽误你弟弟的病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妈，你凭什么将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？当初要不是你逼着我，让我去找周宇卖房给小伟治病，周宇至于和我离婚吗？怎么，现在我没用了，您这就打算过河拆桥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吗？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，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万总，你这次和老连来是有什么要事吗？老周，是这样的，这次来你厂里，我是和你商量一下产品的加工费的。现在的铜价比之当初降低了10%左右，我准备降低10个百分点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万总，加工费降低10个百分点，这是不是降得太狠了？现在铜材料的价格虽然一直在降，但是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涨。一旦铜材料暴涨，那你的这个要求，我的厂子恐怕无法答应。周总，铜材料明天什么价格我们谁也不知道，而连总可是答应了我的要求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那么这一次的合作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身为一个生意人，我不可能放着便宜的厂子不合作，而去和贵的厂子合作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万总，我们之间也合作了好多年了，不管是产品质量还是信誉方面，我相信你都很清楚。价格方面，我现在是没办法让步的，因为我得到的消息是铜材料已经跌到了最低点，要不了几天就会涨价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多等几天，看看铜材料的价格，再决定接下来是否继续合作。铜材料会涨价？周薇，你脑子秀逗了吧？很多专家可是都说了，铜材料还会继续掉价，说不定会跌破3万1吨的大关。也就是你傻不知道听了哪个白痴的话，竟然投入200万买了60多吨的铜。我会不会倾家荡产就不需要连小东你担心了。万总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降低加工费我是不会同意的，也希望你能多等待几天。看周薇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，难道他真的有内幕消息？这我考虑一下吧。多谢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等我考虑好了就电话通知你。万总，我觉得你不需要考虑太多了，铜价最近跌得那么狠，咋可能还会涨价？要我说啊，你干脆就把属于周薇的份额给我，我保证按时交货，并且质量合格。老连，要不再等等吧，反正也不差那几天的时间。这一次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如果不趁着现在将周薇手中的份额吃掉，那以后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不行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必选要下狠招。万总，这样吧，价格方面我再给你降1个点，然后我们可以签个合同，以后不管铜价涨不涨，1年之内我都不会涨加工费。如果铜价持续下跌，那到时候按照铜价的下跌比例降低加工费。这样啊，那倒是可行。哈哈，多谢万总。周总，是这样的，连总他，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所以对不住了。我知道了。连小东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，不就是当初没借给你30万吗？你竟然如此的记恨我，你不是想抢我的份额吗？等铜材料的价格涨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抢。儿子啊儿子，这次老爸能否打脸成功，就看你的消息准不准了。怎么回事？感冒了吗？晚上睡觉也没开空调啊？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周航，是我。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呀！我都把你们一家人的电话拉黑了，你还找别人打我电话？周航，你先别挂电话，我有事求你。什么事？我弟弟的病变得有些严重起来了，现在需要立即移植骨髓，而你的骨髓正好和我弟弟的骨髓相匹配。我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不能有事。我发誓，只要你救了我弟弟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，以后我也不去烦你了。离婚后的财产分割，我再也不提了。陈美，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们之间的财产不是在一开始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给你的那张单子你看不懂吗？至于救你弟弟，哈，都离婚了，你还要我给你弟弟捐骨髓？抱歉，我没这个兴趣，更没这个义务。如果你打电话来就问这个事情的话，那么很抱歉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你的那张单子确实写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之间的财产确实已经分割了，但是拆迁呢？你房子遇上了拆迁，我们结婚3年总能分到一点吧？呵呵，你这话说的就更可笑了。这套房子是我爸婚前给我买的，这3年来也没扩建，就连装修的钱也是我爸出的。现在拆迁了，和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让你免费住3年，不收你房租就不错了。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要拆迁赔偿？周航，你这个抠门的王八蛋，有你这么见死不救的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弟弟就这么住在医院里。周航，既然你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不讲夫妻感情了。这一次，我绝对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。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周宇，既然你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不讲夫妻感情了。这一次，我绝对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傻叉，滚！对了，既然都要赚钱了，那就需要一辆适合的座驾，以便于之后更好的赚钱。有了这个想法，周瑜很快就开着自己的大众来到了4D，迎接他的是一个长相甜美、身材高挑的美女销售员。天啊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？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保时捷 4S 店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？没想到这家店的销售员质量竟然这么高，就这气质，这样吗？这身材比陈美都还要更胜一筹。没事，我随便看看。好的，先生，您想看什么车型和我说，我带你去看。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周宇在4S 店里看了不少车型。周宇也在交谈中知道了这位美女销售员的名字周晨曦。怎么样，周先生有喜欢的车型吗？2016款卡宴双涡轮增压 4.8T 的多少钱？什么？你好，周先生，大概在220万到250万之间。没想到这周先生不仅人长得帅，财力也这么雄厚，200多万的豪车可不是什么人都买得起的。有没有优惠？还有什么赠送品？你好，周先生，以我的权利，最多只能给您优惠5万，至于赠品，我们可以给你赠送3年免费保养，还有价值2万的油卡，以及360全息影像，这是我所能给出的最大优惠了。行，那就选择这辆吧。需要交多少定金？然后多久能提车？好的，先生，定金的话需要5万，剩余的资金可以在提车当日结清。请问周先生需不需要办理贷款？如果需要办理贷款的话，定金可以等贷款审批通过之后再交。不需要贷款，提车的时候一次性结清吧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签订购车合同。还好当初只投了400万进去，留下了15万当做备用资金，不然要是全部投入进去了，自己可就没钱交定金了。哟，这不是老同学周宇吗？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你。毕业3年，除了同学会那一次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碰到吧？你准备买车了？确实有这个想法。呵呵，看来你这3年赚了不少啊。这是准备买卡宴呢，还是买卡曼？暂时还没决定，先随便看看。那确实要好好看看，不管是卡曼还是卡宴，那起步价都要70、80万乃至100多万呢。这么一笔钱，你父母肯定不会轻易的拿给你吧？啊，对。我一猜就是，毕竟你只是一个上班族，哪里像我，现在跟着我爸做生意，1年也能赚个30来万，不管是买卡宴还是买卡曼都不成问题。啊，对。要我说啊，保时捷你还是不要买了，毕竟这些车买得起也养不起，不如你去买 BBA 吧，像是奔驰 C 级、宝马3系之类的就很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啊，对。说话的人是周宇的大学同学，叫做柯有才。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装逼，因为家里有点小钱，以前没少在周宇面前装。就在柯有才还准备说什么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不得不说，周晨曦是一个合格的销售员，他已经看到了周宇那不耐烦的表情，心中知道自己该出场了。卧槽，美女，而且还是个大美女！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妈妈咪哦，莫非我的爱情要降临了？肯定是了。周宇一身衣服穿的那么差劲，都是地摊货，这种美女肯定看不上这样的穷逼。想到这，柯有才露出了一抹自信的微笑。你好，我是丁真。周先生，让您久等了，这是2016款卡宴购车合同，你过目一下。没问题，我2个月后来提车。周先生，感谢你给我增添了一笔业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啊，顺便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好的，周先生。周晨曦闻言立马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显然他也想加上周宇的微信。那走吧，周先生想吃什么？随便，我不挑食，只要是味道不错的我都能吃。哎，好羡慕晨曦哦，竟然碰上了一个有钱人，那可是价值200多万的车子啊！对方竟然只花了半个小时就确定要买了，还不止呢。我还听说这位周少在晨曦报价后，只问了有没有优惠就直接决定要买了。晨曦这一单最少能赚好几万，羡慕啊！果然，人长得漂亮，做什么事都能顺顺利利。不会吧？周宇买了价值200多万的车，
感谢宝子们的大力支持，为了回馈粉丝，我已经做好了下一期视频，放在了左下角或者快手搜索云漫，再搜索719就可以观看后续内容了。上一世老婆为了给弟弟凑天价彩礼，要挟我卖掉了父母拼搏半辈子给我买下的婚房，而后他弟弟得了白血病，老婆更是拉着我给他弟弟抽了2管半骨髓。我不求他们感恩戴德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婆一家的变本加厉。在榨干我最后的价值过后，老婆果断选择和我离婚，最终我人财两空，在绝望中结束了失败的一生。可能是我的遭遇太过悲惨，老天决定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周薇呀，周薇，这只是我第一次出手，以后要是还有机会，我绝对不介意再次落井下石。到时候我决定要让你破产倒闭，谁让你当初不借我30万呢？不可能，铜材料咋会上涨啊？专家不是说了，铜材料会一路下跌吗？现在咋涨到33500亿吨了？糟了，要是照这种趋势涨下去，恐怕没过多久我就会倾家荡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能自己吓自己，仅仅是一天而已，说不定明天铜材料的价格就会下跌。稳住，我要稳住，成大事者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心态。儿子，涨了铜材料的价格涨了，仅仅是半天，它的价格就涨了1500，太疯狂了，太可怕了，这反弹的也太快了。呵呵，这才拿到哪？老爸你就看着吧，接下来铜材料的价格涨幅绝对惊爆你的眼球。周少在干嘛呢？在输液呢。输液，你生病了吗？对，得了心思病，正在输想你的液。保时捷 4S 店，周晨曦看着微信上的那句想你的液，忍不住微微脸红起来。我这是被撩了吗？没想到周少那么正经的人也会撩人。周少，你真坏。下午闲来无事，要出来一起吃个饭吗？刚好待会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去吃西餐吧。那我马上来接你，等着我哦。好。晨曦，晚上你有没有空？我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就在周晨曦和周宇约好过后，他的一个同事就走了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董浩，我已经和别人有约了。啊，对，好吧，我能问问是男是女吗？男的，我男朋友。周少，对不住了，为了不被骚扰，只好拿你当挡箭牌了。男的，还是男朋友？卧槽，周晨曦有男朋友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男朋友来了，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卧槽，我没看错吧？周晨曦竟然进了一辆大众的车。你没看错，我也看到了，夭寿了啊！周晨曦拒绝了那么多人的追求，其中不乏富二代，结果他谁都没选，竟然选了个大众。没想到啊，周晨曦长得那么漂亮，竟然选了一个普通人当男朋友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周少，我有件事和你说一下。今天为了拒绝同事的邀请，以及避免他们以后再烦我，我故意说你是我男朋友。周少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，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还有，以后你就不要叫我周少了，老是周少周少的喊得我怪别扭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人，你叫我名字周宇或者宇哥都行，我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。什么时候普通家庭都能随随便便拿出200多万来卖车了？宇哥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说的话很欠打？那倒没有，毕竟我长得那么帅，哪个女孩子会忍心这么说我？至于男孩子嘛，但凡这么说的，那都是他们在嫉妒我的颜值。听到周宇那么自恋不要脸的话，周晨曦顿时呆了呆，随后露出了一抹动人的微笑。没想到这位大少爷不仅没有其他富二代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反而意外的接地气和幽默，和他相处起来自己也很轻松。如果和他发展一下的话，最后真的成为了男女朋友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呸呸呸！我在想什么呢？吃完饭，周宇回到家中，发现三叔带着一家子来到了家里做客。在看到三婶的瞬间，周宇脸色立马就拉了下来。当初周宇家里的加工厂本来是和三叔一起开，由于前期厂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三婶见状便立马让周薇全额退款，甚至根本不顾周薇一家能否拿出这笔钱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。后来厂子挣钱了，又各种明里暗里的讽刺周薇一家做生意不带亲弟弟。呵呵，李彩霞本来还想着过段时间再来收拾你们，但既然你们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。我记得他可是瞒着三叔一个惊天秘密，要是把他抖出来的话，不知道李彩霞你会。